全球正在开启新一轮工业革命。回首过去，那些我们曾经认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正被破解。大数据驱动传统工业向前发展，助力工业提质增效，实现转型升级。从设计到生产，从运维到管理，大数据正在重新定义工业的未来。每一天，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能源的支撑，但我们却很少关注到能源从何而来。这一切你可能从未见过。大地在微微震颤，几万道地震波传导向地下，再反射回来。不过，制造震动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叫震源车的设备。震源一组正常盘点。从它的腹部伸出一个类似重锤的装置，正不断地敲击地面，制造出一串轻微的地震波。不必担心。这种级别的震动安全可控。除了震源车上精密的仪器设备之外，即便你身在现场，也几乎感知不到。而对于石油勘探队员而言，在这些上下波动的数据中，隐含着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密码。让这个地震波啊，在这个不同的地下界面上啊进行传播，它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它返回来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通过我们排列的接收，完了之后传到仪器上，经过后期的计算机的处理，来调查地下的地质构造。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地貌呈环状分布。中心是被称作“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被天山、昆仑山等高大山脉包围。在沙漠与高山的过渡地带，则是砾石戈壁。别看这不毛之地，却是中国油气蕴藏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油气储量预计可达到178亿吨，是中国每年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总数的几十倍，可谓是真正的聚宝盆。然而，1万年来，复杂的地质运动将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纷纷割裂，如一把撒在地上的胶囊，散落四处。所以，这个聚宝盆的勘探难度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有时候距离很大，比较分散，甚至几百公里可能找不到这个比较好的目标。你有可能把这一套跟这的比对起来了，它的标志物基本上找不到。之前的岁月里，地质学家们只能通过2维的地震波来判断地下的油气矿藏位置，准确率只有20%。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精准确定井位提供了可能。仅仅通过震源车收集平地上的数据还远远不够。彭更新希望收集到更多特殊位置的地下数据。今天我们大家的任务主要是整排列，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中，一个是质量，一个是安全。这是一支特别的石油勘探精英队伍，被称为飞虎队。他们擅长在极端地貌地区实施勘探。这片连绵陡峭如刀锋般耸立的砾石山，就是飞虎队的战场。
山地数据采集作业必须动用另一套设备来完成，这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哎，好了，知道了。飞虎队队长岳红率领的近2000名勘探员，一进入300平方公里的勘探区域，就如同芝麻撒入了大海。这已经是他们在塔里木盆地连续收集数据的第457天。每个飞虎队员都负重上百斤，每天徒步跋涉10几公里，攀爬坡度在60度以上的山脊。整个塔里木盆地是一个锅的形式，这个地表上面虽然说是山，可是呢，地底下是一个锅的盆地。走，一缸一缸的嘛。下去，后面准备拖，来人，一步到位。从山上采集锅底的数据，需要经过6000到8000米厚的岩石层，100多公斤的钻机被大家背上陡峭的山顶。队员们首先要在这片山地上钻出几万个钻孔，每个钻孔的标准是深20到50米，直径15厘米，然后把一管16公斤硝铵炸药柱放进钻孔。它这个药量和井深都是经过前期实验来定下来的。接下来，队员们要把这种醒目的橙色电缆连接起来，铺设到每个爆炸点。每隔20米装有一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就好像叩问大地的听诊器。依靠这些电缆和传感器，飞虎队队员们要对塔里木盆地悬丝诊脉。一切准备就绪，整个工程中最令人激动的桥段即将到来。这片勘探区域的爆炸点被灌入炸药足有100吨，一旦同时起爆，我们难以想象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场景。1号5614、5657。5614、5657充电。集结。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爆破的现场竟然如此平静，但实际上与表面的平静相反，此刻的地表下面，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力正向下贯穿山体，直达盆地深处8000米的地方。现在的大数据相当于给地球做这个彩超，它能够让你清晰的看到地下的地质结构，这样的话，就勘探开发成功率比较高。这次震动共产生了125000多道地震波，通过橙色的电缆，来自大地深处的数据，在中央控制单元上迅速汇集成图。11号多少71763。它的波在里边传的时候，它是低频的，高频它都被吸收了。这个胶囊一样的构造，专业名词叫圈壁。这就是地下储藏油气的地方。彭更新要找的就是这一个个封闭胶囊，一旦位置准确，就可以从胶囊中抽取油气。利用地震波了解地下岩层的性质和形态，这一看似传统方法的背后，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并不是获取数据的方式，也不是工作的原理，而是处理数据的能力。在过去，对于这一庞大的数据量是无法进行处理和计算的。随着计算、存储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勘探也越来越精准。勘探一线的爆破还在持续。
每隔60米，这样的爆破作业就要重复一次。在这片区域，岳红他们需要完成25000多次爆破，才能收集到足够数量的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经过云计算数据中心分析后，绘制出的油气存储图像会越来越清晰。目前基于这种大数据的找油方法，能使塔里木盆地油气钻井的成功率达到70%。那么我们找到油气以后，需要把它高效的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我们要把它快速的把它运输，而且要进行加工和处理。所以在整个油气的产业链里边，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使用或者说利用大数据的这个技术。2018年，中国近14亿人口，一共消费了6.1亿吨石油和2373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进口比例分别超过69%和45%，总量位居世界第2。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合理调配供给油气同样显得至关重要。中国石油北京油气调控中心，全国油气分配的核心机构，每天接收到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1100兆生产动态数据。这里可以看到油气管道上每一个阀门和设备的监测数据，也可以随时进行远程控制。油气勘探、开采、炼制和管道输送分配情况在这里一目了然。通过大数据摸清用户规律，摸清这个气源生产规律，摸清这个我们沿线的这个战场和设备运行的一个规律。通过这些规律，我们在它这个效率最高的时候采用大数量输气，效率低的时候呢，我们采用就是另外的方式统一这个调配，来实现管网运行的最优化。如今，不管是油气开采、管道运维，还是原油炼化、油气输送，大数据的运用已融入能源供应的每个环节，提高数据精度，实现动态管理，服务千家万户。大数据智能新技术，国外也没有太成熟的经验，大家都在摸索发展之中。那我们有更多应用场景、应用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所以不要因为过去我们传统产业的落后。认为这个差距比较难弥补。经济这个新的科技革命这一轮，我相信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化，在大数据这里应用，中国完全可能在世界上和发达国家同台竞技。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加上4个轮子的飞转，文明进程速度加快。然而100年过去，新时代的人们对汽车也有了新的想法。3伏天的湖南长沙，闷热难耐，这是1年中最难熬的日子。这条实验赛道上，一辆新车正在进行性能测试。请监控偏摆幅度、制动力分配情况、车身。与以往的汽车测试不同，这一次是由大数据技术参与其中。请监控悬挂状况、扭力状况、偏摆幅度、声音异响参数。全球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中国车企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精准了解客户需求。我们现在进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用户他不仅仅希望这辆车是一个代步工具，他会觉得我很多的工作，很多的这个生活，甚至包括我出行、我的娱乐，我的社交、社会交往。都希望在这辆车上面实现。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车联网、大数据，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王晕是一名数据工程师，但这次他要去参与一款汽车的设计，这对于王晕来说还是第一次。所以数据是每天都要1亿多条数据，还是每天就是。
在以前，汽车设计师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审美完成一款车型的设计。然而，并不是每一款汽车都能够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当你打开车门的那一刻，是否觉得你的爱车还有那么一点遗憾？王晕设计汽车的工作正式开始，但他并没有打开图纸，也没有参考其他设计方案，而是对各种车型的使用点评数据进行分析。王晕对目标客户群体进行了一次画像。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呢，我们可以去帮他去做一些这种抓取，然后去帮他们分析当前市场上的一些整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体上的一个趋势就是这种中控面板的一个大屏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其实说，如果没有一个大屏的话呢，可能给人的感觉就会有点像落伍的感觉一样。汽车设计通过参考大数据分析，测试车的外观和内饰已经成型，接下来的工作将更加漫长。中国幅员辽阔，对于一辆新车来说，地貌、路况、气候、油料都不尽相同，未来将要面临的状况千变万化。除此之外，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完全不同。前面比例实路，请监控车辆偏摆幅度、声音异响、车辆制动力参数情况。同一台车可能是20岁这个阶段的用户，他认为，因为他们比较年轻，他们认为这个比较软。但是对于30岁左右的人，他认为这个正好合适。他对于安全性和这个操控的平稳性的要求会更高。因此，这种测试需要更多的数据去参与校正。数据从何而来？如今，依托车联网技术，即将上市的这款新车在交付车主使用后，经过车主授权，将会源源不断地传回地理位置、路况、驾驶习惯等多维度信息。运用这些数据，王晕不仅可以对之后生产的汽车进行精准调教，还能为车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未来的汽车将越来越符合用户的需求。对于生产制造型的企业，现在可以根据大数据的分析来了解客户喜欢你什么，不喜欢什么东西，他对你下一代产品的这个期望和需求是什么啊？这个使得产品开发具有质的。大数据的应用啊，对于我们这个各行各业啊，尤其是制造业的意义的话呢，是非常重大的。目前，全球拥有1500座高炉，其中2/3的高炉在中国，每年产生的数据量达到315 TB 以上。这座位于中国西北的钢铁厂生产出来的钢材曾经被用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和国家体育馆鸟巢。然而如今却因设备故障频发、生产成本过高，一度挣扎在生死边缘。当时非常危险，一方面是市场低迷，我们企业处于巨亏的状况；另外一个，我们高炉生产也不稳定啊，高炉的事故很多，高炉生产处于一个不可控的状态，生产的越多，亏的越多。要想摆脱生死危机，9钢唯一的出路就是进行一场彻底的技术变革。赵洪博，工业大数据专家，他试图运用自己的技术对高炉进行革命性改造。你可来了，哎，张总，到了，生化改造，张总啊。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白铁口的温度，白铁口啊，它主要的碳传温度啊，已经达到了700度。700度。其实不止9钢愿网破解，其实整个中国炼铁
在这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这个提升方面的都非常迫切，因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共性的问题。高炉也被称为炼铁炉，它是高温、高压、密闭、连续生产的巨型黑箱。人的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高炉内的生产情况。刘金明，高炉炉长。炉长呢，实际上就是高炉的医生，他就是给高炉看病的。这个总结下来的东西的话，你可能把脉把得准，处方呢，你就说开的比较恰当，治病的速度呢就比较快。这是现代炼铁生产工艺里最难掌握的技术，在2万多人的九缸，像刘金明这样的高人也只有寥寥几位。他通过肉眼观测高炉内部燃烧状态，预测出高炉内部的温度偏差不超过5/1000。这你看温已经比刚才的规正多了嘛，油耗肯定下来了。你看这面的这个。对刘金明来说，这座价值10多亿元的高炉的内部工作状态，全由他来掌握和判断。7号高炉是九缸最大的高炉，自2011年点火开炉以来，前后经历了178次各类事故和故障。对于有着丰富经验的刘金明来说，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显得束手无策。以前靠人的这个口头的总结，或者是靠人的定性的去归纳呢，很难把这个对高炉的认识和知识传承下去。所以说，这个也是必须是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必须用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高炉的这个技术的突破和传承的问题。赵洪博此次的改造目标是九缸的7号高炉。哎，刘师傅您好，您好。哎，刘师傅您在这儿工作多久了？已经工作30几年。对于赵博士的到访，刘金明多少有些意外。我们呢，这里下的数据，尽管我们认为已经很多了，现在跟现在比起来，那差到哪去了？现在基础数据已经具备很多了，怎么去把数据分析好？对。眼下，尽管这座高炉已经熄火好几个月，炉内温度也由2000摄氏度下降到了30多摄氏度，100多米的高炉炉体布满了各种管道和线路，每一个点都有可能是将来改造需要注意的隐患。要想精准摸清高炉的现状，就必须进行由外及内的全身体检。刘师傅，这是咱们炉一末期打水用的管子是吧？对，打水点水。仅通过外部勘测，并不能全面了解高炉的情况。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赵洪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钻进高炉内部进行勘测。一进去的话，就跟那个挖煤工人一样，整个都是黑乎乎的。中间有一块渣皮从上面脱落，直接把我旁边的一个人给打倒了。所以说这个危险性还是很高的。整体的这个炉子还漆柱还可以啊，漆柱质量还可以，但是也有一些抓晃的。对对对，看那边还有一些这个裂纹啊。这个裂纹。实地勘测之后，对于7号高炉的现状，赵洪博已经了然于胸。接下来就是制定改造计划了。还是可以，对对。北京实验室一场模拟实验正在进行。这个迷你高炉相当于7号炉的2800%。要想真正对高炉进行数字化改造，除了老师傅的经验之外，还需要高科技的加持。传感器，它是获取高炉数据的核心部件。这款耐高温传感器是通过获取炉壁温度的数据来观测炉内变化。接下来，赵洪博所要做的，
就是通过这款迷你高炉计算出传感器安装的数量及位置。先把这个位置的装上，分8个方向要把它装全，这样的话咱们整个监测，到时候计算这个水温差热流强度，反映炉缸安全状态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有依据。经过科学计算，赵洪博计划在7号高炉外部的不同位置安装2000个传感器来收集数据。这些传感器每天将收集600兆以上的数据，通过水温、压力等参数来反映高炉的运行情况。2000个传感器位置的选择极为关键，误差率必须控制在5%。如果传感器安装的位置不够精确，获取的数据不准确，无法预测到高炉内部变化，很有可能发生高炉被烧穿的事故。炉缸一旦被烧穿，方圆50米内的物体将会荡然无存。传感器出装已经完成，测试正式开始。小弟，节水温度多少？节水温度1502。我们收到。此刻，2000个安装在高炉外部的传感器，不仅可以像 CT 扫描一般实时地对高炉进行监测，还可以提前2个小时预测出炉内的情况。如今，炉内温度、燃料用量、矿砂的投放这些原本依靠经验判断的工序，都在大数据的全面掌控之中，实现了精确的配比，不仅节约燃料，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对，就装在那个位置，我们要均匀的分布这样整个。经过几天的相处，老炉长刘金明充分信任了赵博士和他的团队。今天，他特意把自己压箱底的一本工作日志送给了赵博士，里面记载了他几10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由此，刘金明从一位大数据革命的旁观者，转变成了高炉数字化改造的关键性人物。其实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或者是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这个强项。那我们通过跟他们的交流呢，也都会把它尽量的把它的知识沉淀下来，然后去提炼到我们的模型和算法的这个升级中。接下来，工程师们需要不断地把老师傅们的经验与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进行比对，校正数字化模型，让数据平台对高炉的判断越来越准确。一炉2650，281。经过大数据改造，今后炉长只需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对高炉进行管控。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改造，高炉重获新生，而9缸也一举扭亏为盈。冶炼每吨铁水消耗的燃料比降低了接近30公斤每吨铁，那这个效益是非常巨大的。折换到成本的降低，就是直接一座高炉1年降低了成本2400万。通过大数据的建设呢，使我们高炉真正达到高材低耗、绿色环保节能，能够达到这些层面。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大数据时代的工业革命，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计民生。利用大数据对高炉进行技术改造的实践，让中国的钢铁产业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变化。中国工业大数据的体量大和数据类型丰富，大数据技术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和发达国家是在同一起跑线上。所以为什么通过大数据的技术
中国工业呢，如果说能实现变道超车的话，这是中国工业这个领域里面临最好的一次机会。之前的工业革命，中国从旁观者变成追随者，从追随者变成探索者。大数据赋予传统工业新的活力，为老工业企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产生了脱胎换骨般的锐变。通信、导航、气象预报，这些我们再日常不过的需求，都离不开卫星的传输。在可预见的未来，各种型号的卫星将等待着进入太空。要发射各种各样的卫星，商业火箭必须打破传统火箭漫长的发射周期，提升发射速度，为不同质量、不同型号的卫星提供定制化的发射服务。过去，论证一款发动机需要5位工程师7天的建模和计算。现在，借助这款大数据平台，可以实现发动机一键论证、智能研发。点火。湖北武汉，借助大数据平台生产的快舟11号新型火箭发动机正在进行第3次试车。陈文杰，快舟11号火箭发动机高级设计师。今天，他和团队要对试车后的发动机进行检测。发动机是火箭的重要组成部分，燃料在此燃烧，高温高压燃气喷出，产生巨大的推力，也让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十分严酷。在火箭发动机设计之初，陈文杰团队已经对试车运行参数进行多次仿真实验。一台发动机好几百万，相当于是北京一套房子，这样一点就没了。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得把数据，这个数据还是很宝贵、很金贵的。仿真实验，数据至关重要。当大数据平台足够精准，获得大量的实验数据，设计出的发动机就无需再经过一次一次的试车实验。高昂的实验成本和大量的人力劳动将会节省下来。这是试车后的发动机，经过高温灼烧，外表依然坚硬如初，但内部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据获取，一方面数据很金贵，另一方面获取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这里面承受了3000多度的高温，它只有10几个毫米厚。这个里面进去环境还是很恶劣的。说实话啊，气味很浓很冲，我们戴着那个口罩进去都有点受不了。火箭运行过程中，绝热材料起到热防护作用，保证发动机在高温高压下可以承受烧蚀，是火箭重要的守护者。在众多实验数据中，最为重要的数据之一就是残余绝热材料数据。残余绝热材料过多会增加火箭的负重，过少则面临着烧穿的风险。记录一下20。平台吸收了这些测试数据后，未来火箭的发动机设计将会更加精准。世界市场上，商业火箭的竞争十分激烈。美国 SpaceX 火箭公司曾在48小时之内连续发射2次，创下世界发射火箭最快的纪录。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商业发射领域。快舟作为中国商业航天的金牌火箭，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只有提高研发速度，才能让快舟在商发领域辟出一片天地。这就需要借助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通过平台
仿真出来的最终的一个效果。这个还是完整的模拟了我们整个商业航天这个型号的一个过程。大数据平台把工程师的经验方法和历史数据固化下来，用数据模拟代替真实实验，大大节约了发动机的研制时间和研制成本。然而，发动机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无数数据紧密罗列，不确定因素随时出现，任何一个差错都会导致发射的失败。只有不断累积数据，平台的设计精度才能更高。自2016年开始，数据平台开始研发，3年来，数据量不断增长，平台的功能不断优化，发动机的设计更加智能、快速。用数据世界的无限次迭代，换取物理世界的一次成功，这是所有工程师的梦想。如果有一天我们无需实验，用数据平台计算生产出直接可以投入使用的火箭，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发动机的实验成本，也更加节省人们的劳动力，这将是另一个脑洞大开的世界。因为重工业他们的一个试验成本，包括他们的制造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说基于这个平台呢，其实可以变相减少他们的那个在设计方案过程中，包括设计研发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这样可以变相的去节省他们的一些整个生产制造全生命周期制造过程中的一些成本。1000多年前，在同一个城市，中国古人登高望远，想象着借助黄鹤的超自然力量飞入天际。对深空的向往隐匿在高耸的亭台之上。榫卯之间是古人关于数字的智慧。伴随着数据维度的不断增加，通过大数据的运用，挖掘不可见世界的价值，解决和避免不可见问题的风险，将成为可能。咱们国家还是一个制造大国，今天谈这个工业大数据啊，一定是要以信息化作为基础的，同时呢，还要再考虑现在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比如说这个工程，我们有好多的这个建设的工地，对吧？我们的这个推土机、挖掘机、泵车真的在那工作，大家通过这种物联网的技术啊，能够把这些信息都能连起来，对吧？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服务的市场和经济。喂，哪里坏了？帮我处理一下吧，我这马上要施工，马上要来是吧？好。炎热的天气，紧张的工期，让工程负责人张田压力很大。工程正处在紧张的浇筑阶段，一个紧急的电话打来，泵车的售后服务人员让他立即停工，检修泵车。果然，检查发现，由于长期满负荷运转，这台泵车的液压系统已经出现了漏油的现象。一旦不及时修理，不仅耽误工期，还有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售后服务人员之所以能够做到未卜先知，及时进行修理维护，不是靠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源于这个小黑匣子。咱们黑匣子啊，主要是负责采集底盘上的数据，包括我们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等等这些数据。那么平均我们车上装有20多种传感器，那么平均大概有500多个维度的数据要进行采集。在这辆泵车的每一个关键部件上，都安装着一套传感器。这些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最终会汇集到黑匣子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基建热度最大的国家，大部分重型工程设备都面临着满负荷运行的状况。
越是满负荷运行，就越要重视和保障设备和施工人员的安全。早在设计之初，工程师们就提前测试好了每个关键部件的使用强度和寿命。如今，无论机器身在何处，只要一开机运转，安装了传感器的工程设备将通过黑匣子把数据实时的回传控制中心。一旦使用强度过大、寿命到期或者数据出现异常，控制中心将提前发出预警。借助几十万辆工程机械每天不停传回的数据，这套预警系统的精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中国工程机械的质量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世界的50%，所以呢，这个为推动这个工业互联网，应该说创造了很好的这个条件。因为互联网啊，它的连接数量越多，它的成本越低，它价值越高。连接更多类型的设备，挖掘数据蕴藏的巨大价值，一个基于海量设备数据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运而生。从单纯的装备制造到智能运维，再到挖掘数据的价值，中国的工业企业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也在不断地进行转型升级。连上网，有数字化以后呢，就可以大量的用到这个互联网的能力了。那这个时候大数据就可以开始进入到这个制造企业。有了这些能力以后呢，就企业的所有的经营决策，就一个是它设备本身的智能化程度，这个制造过程的这个智能化程度，啊，它的服务的过程的这个智能化程度，包括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大数据对于传统工业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就像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过渡一样。搭上大数据的快车，传统企业从此走向了智能制造的新道路。我觉得用大数据最大的亮点就是说，提高了服务水准。你像现在我们每个消费者用到格力空调，我们在总部可以监控到我们的产品的安装质量啊、运行状态，根本不需要消费者这些担心啊，我空调坏了怎么办？啊，这个已经是基本上用这个我们现在现代化的这种大数据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软件定义一切、数据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在快捷的生产环境中，所有产品的智能连接都汇集到工业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设备有了情境自我意识，获得了大数据赋予的超能力，这将助推中国传统工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然而，凡事总是存在着两面性。作为一个新事物，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快捷高效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不可知的风险。伊朗官方26号证实，一种名为阵网的电脑蠕虫病毒近日大范围攻击伊朗工业企业。这只是全球近年来频发的工业信息安全事故的缩影。自2015年以来，全球每年发生的工业信息安全事件接近300起。工业领域已成为网络攻击重灾区，工业互联网的安全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把这个网络空间作为这个陆海空太空之外的一个第五空间，那么它的这个安全问题肯定是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监测数据结果显示，中国已有大量工业控制系统和设备暴露在互联网上，风险不言而喻。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维护工业互联网安全提供了保障。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工控安全在线监测平台，来对这些存在安全风险的这个工业控制系统监测发现它们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安全风险，这些安全风险会对我们的运营单位造成什么样的安全影响，及时的对这家企业进行风险提示，指导它做好安全防护。
工业大数据的汇集是工业互联网应用的基础和灵魂，而工业数据安全又是一切应用的前提。要想构筑起一道工业信息安全的防线，企业应树立信息安全保护意识，而掌握大量工业信息的数据平台也应肩负起管理的责任。工业信息安全和工业的向前的这个发展，那么它也是这种两个，就是说，属于一体之两翼。它的安全能够保障它的发展，而它的发展呢又促进了它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这些平台提取有关的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数据，发现它不安全了，会采取相应的这方面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工业互联网向这个安全方面这个平稳发展。无论是大地深处的探索，还是浩瀚宇宙的瞭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形成波澜壮阔的智能制造的本质。人类通过对大数据的运用，驱动传统工业向前发展，实现转型升级。这一次的工业革命，我们有幸遇到，并且参与其中。相比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眼前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中国正在抓住这次机遇，在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的道路上高速前行。